现在呢，推车经过望海路，对面就是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到这边呢，都会到盐庚当年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开拓者，他的塑像门前看一看，瞻仰一下。这个地方呢，以前是个渔港现在还有一些渔船停留，但是看到边上的房子全部都是现代的楼宇了。到这边来观望一下。现在我眼前正对的呢，就深圳湾大桥，从这边一路通到对面的香港。大家好，真的好天气正月初二，我们开车来到了深圳蛇口，这边是海上世界的一个休闲区，这也是我们比较喜欢来的地方。因为深圳的改革开放，后来扩展到全国，持续了20-30年，是从这边开始的。刚刚我在这个海上世界的商业广场，和家人一起吃完饭然后准备在这边走走。刚刚想穿越一下海上世界的这些步行的街道，但实在是人太多，所以还是转到它的外围来。趁着好天气呢，也是看着新年的第二天我就想骑一下单车。从这边呢，看看能不能骑到深圳湾大桥，这也是我曾经骑过2-3回的地方。这里是工业2路。你看这个边上的很多的大楼起得非常的好看。现在呢，推车经过望海路，对面就是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这跟广州的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有点类似，但它这边呢是在海边景观更加的开扬，而且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也是有各地的年轻人来到深圳打拼发展起来的一座城市，所以这里显得活力满满。正逢今年呢又是马年有一种龙腾马跃的气象。现在新年的节日里其实到哪都是人多，当然这里显得好像没有我们昨天去的佛山古庙边上的岭南天地那么人满为患，这里多少还有些空隙那我相信呢，深圳这座移民城市到了长假期，尤其是新年，很多人还是回自己的家乡去了。当然了，随之而来的呢，肯定是一批从全国各地到这边来旅游度假的人。我看到这边居然有出小步单车
中国人呢讲究喝水不忘挖井人，所以每到这边呢都会到盐庚啊，当年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开拓者，到这塑像门前看一看，瞻仰一下。你看看啊，这个艺术中心门口一层层的台阶上坐满的人，但大家脸上啊呈现的都是平和又开心的笑颜。这边呢就可以看看深圳湾，看看这边的碧绿的海水，看看游艇，也可以看看对面山峦。好了，那我就从这边开始骑车，向着前面的深圳湾大桥骑过去。现在我已经在骑行道上骑行了，今天人真的有点多。上一次呢，我在这边骑过，非常的舒适，在这个大树底下骑行道上骑行。但今天呢，这些骑行道上全部都行人游客，那我们就小心点，慢慢的向前骑吧。好了，我过去。你等着他们。没有，还没有过来，他。老爸。今年是个暖冬啊，你看啊，在正月里还是像夏天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我们穿着短袖衣服和短裤，在海边骑行，风光优美啊，心情更好。
在一处面向海湾的清水的平台上面，稍微留恋了一会儿。我们现在再找回七星岛，向着深圳湾公园那个方向骑过去。这个地方呢，以前是个渔港现在很遗稀，渔船停留。但是看到边上的房子，全部都是现代的楼宇了。人才的话，上海人还有哪里比较海边的这些绿地经过了好多年的建设，其实已经变得更加立体化，而且清水的平台呢一直延展前去，所以在这边有了更长的散步道，感觉非常的舒适。在这样优美的风景面前随时都想停下来看一看。
现在我回到了骑行道上的骑行啊，踩在这些水泥路上，就感觉更为踏实一些。看啊，这边的骑行道边上，这些树木大部分都开着花，就跟这边的地理位置还有所处的季节相符。现在广东大地上都已春暖花开了，所以呢，更加吸引北方的朋友啊，就来到南方。一个可以避冬，更多的可以欣赏这些春天的景色。没有啥收获。对呀。深圳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样啊，因为它有非常长的海岸线，所以随着城市的发展啊，大家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呢是物质要丰富，也需要这些精神文化方面的享受啊。那我觉得这里的政府也是因应老百姓的这种更多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所以你看，他把这些滨海的马路都已经打通，并且呢，把它修成非常完整的、风景非常好的骑行道。船，我感觉对于我孩子真是好。马上过来了。在这种公共的骑行道上骑行啊，大家会有更加踏实的感觉。其实边上的就是老百姓的居民社区，你看啊，还有很多人在这些社区的广场上面游乐。那我想呢，在这种不需要花费的海边的道路上骑行，应该是普通人也可以有的快乐，不仅可以满足自己对美景的欣赏啊，而且可以跟很多人在一起同行，互相感染这种开心的气氛。我记得
10多年以前我们就到这边来逛过，就左侧这些高楼居民楼呢，很多当年都已经建成了。如果你在这些房子的上面来观海，那非常漂亮的海景就映入眼帘。但当年我相信住在这边的居民也没想到，这个以前断断续续的海边的这些马路，现在已经连成一片了，可以从头走到尾，但走路就比较辛苦啊。所以如果是你还是一个可以骑行，有这种骑行能力的人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骑车，相信啊，你1个小时已经可以骑到非常远了。所以这也是吸引我们不是住在这边的人呢，时不时也希望到这边来领略一下滨海的风情，然后呢挑战一段滨海的骑行道。但更重要的呢是时不时来欣赏一下开阔的景色。我相信在这样的道上骑行心情大好，而且对未来也会有无限的遐想啊。这一路望出去啊，你看啊，现在的右前方那边还在起很多的楼，相信啊，再过个3、5年，应该这边呢就有更好的居住的环境啊。那我相信那个时候，可能在这些滨海新道上的骑行或者散步的人会越来越多。到这边来观望一下。现在我眼前正对的呢，就深圳湾大桥，从这边一路通到对面的香港啊，这也是现在大陆和香港的一个关口啊，这也是我们利用过无数次的地方。闲逛了已经有半个来小时了啊，我们继续沿着深圳滨海这边的骑行道骑行。这一路上啊，到处都是南国才有的植物啊，在这样的冬季，这样都是碧绿的状态。很多的树啊，也开着各种各样的花，完全是一派南国春季的模样啊。这一路上见到很多以家庭为单位的这种亲子骑行活动，就很多人都是一家人一起到这边来骑行的。除了少量的自己的自行车以外，更多的人都是租用的共享单车。这共享单车这种短距离骑行，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这里时不时就会路过一些清水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在这平台上面呢站一站，看看景。从这边看呢，深圳湾大桥就更近了一些。今天有直升机巡逻。晚上我走路。啊，要得嘛？你先给他录一下。录一下，我叫他不要删了。那我们一我跟他微信原来同里面删，按照你记钱。右侧还保留着一片沙滩，前方呢就是深圳湾大桥了。这边休闲的人就更多了，这边玩沙子的小朋友，对啊，到处都是啊。主要还是天气给力啊！你想，北方也有非常优美的海岸线，无论是大连还是青岛等地，但是非常寒冷的天气，你叫大家骑单车，确实不特别合适，而且海边也待不久，都冻脚冻手，所以唯有南方呢，冬季是最舒适的。这人前不远了，这块是啊。人前不远，就搁这灯光秀嘛，那有一个。是啊。啊。右侧这里呢是一段栈道，本来是可以上去走一走，但今天好像只给行人通行了，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这边慢慢走就对了。啊。我湖嘞。我给他切开开。不下。当当当当。当当当。哎，有车。现在呢，我的深圳湾大桥底下穿过。我们就在深圳湾大桥边上呢站一站，
看看这座横跨深圳到香港的大桥，桥上车流滚滚，都是过境去香港的车辆。最近些年，香港这边呢也建了好多的楼啊，这个地方是比较靠近深圳的地方。前面呢也有一处伸到海里的匝道，应该也是一个清水平台。好，我们继续往前走走，看看能够去到哪里啊。一般都是12点钟。都比你来不到，都比肯定讲的。哎，来过来，慢点，过来呀！来的，姐姐，没想到这边也是那么多人。这一段我以前应该是没有怎么骑过的，今天既然来了，这条路也通向前面，那我们就沿这条骑行道再往前骑行道。我这放。老鼠来了一跤。我不知道这条骑行道可以骑到哪里了，但我相信将来应该是一路可以通到大小梅沙的。刚才那里没你。我没。是我爸婚庆功人了，在里面。这边还有小小的一个一个的观景平台，我们再来看看，回望一下刚刚过了深圳湾大桥。这边对面就是香港新界地区了。从这边看出去呢，就深圳湾的高楼应该是后海地区了，前面还有很多楼在长高。4個人。这么厉害，这个。原来这边也有一片小沙滩，
这边一片乱石堆啊，前面有不少人在赶海。好似再落地啦。係啊。你们在上面，你们两个在上面请我跟他们拍照。好，我们去找车了，哦，这边有非常开阔的草坪，远处有不少人搭帐篷啊，更多人在草地上席地而坐，享受日光浴。这里已经又到了一些海腥的味道，我相信这边应该都是红树林了吧。这边望出去都是红树林啊，这是长在水里的一些植物。觉得这应该已经在深圳湾公园外面了吧。这边又是一片开阔的地方，我们再来观望一下。你看深圳呢，它海岸线很长啊，一直从罗湖那边过来，前面这边是福田，然后这又过来到南山。收不收走啊？这个在哪来？老板，这个距离去。从海上世界骑到了后海这里了。
我相信已经有1个来小时了。那么我在路上也停了一下，看看风景，就大概应该有个7、8公里这样上下了。我们就在这里呢，作为骑行的终点啊，就在这个附近准备折返，再原路骑回到海上世界区。非常好的天气，这个有美景相伴，也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那我们非常再见，拜拜。